comes direct。这产品都是好的。汉德的周边话就先炸串跟你小的时候。Good morning， 今天起的比较晚，现在已经是10点半了。因为昨天从 USJ 回来的时候就已经特别累，然后今天就决定起晚一些。然后现在呢，我要准备来化妆了。这款气垫是我在韩国买的，然后它就是巨好用。秋冬天我每次底妆都靠它，然后上妆就特别润。不是一直带妆一整天出去拍摄嘛，一直被风吹也不会太拔干，这个挺好用的。准备好啦，出发！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穿什么。我上半身穿了一个浅色系的毛衣，还有这个蕾丝的屁垫，然后下半身的话是这种牛仔裤，我还搭了一个眼镜。我感觉我今天这个身蛮适合戴眼镜的，挺可爱的。这个酒店的出口每次一出来我都会觉得高级。我们现在要先去吃饭，因为好饿。看一下几点，11点。快12点了，先去吃饭。今天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们应该会在梅田区附近逛逛、吃喝。因为昨天我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大阪 USJ， 没有怎么吃到好吃的，所以今天我们要全部把它给补回来。从京都回来的后遗症，每次看 matcha 上面有没有写乌鸡，有的话一定是铁好喝的。买了他们的圣诞 menu， 这个是巧克力饭，上面有棉花糖，它跟那个产品图看起来真的是一模一样哎，好好喝，里面可以咬到一些脆的那种小饼干，然后巧克力不是那种特别甜的。我们买了抹茶跟原味的红豆口味绿茶，我看到它写的是乌鸡抹茶，然后就买啦。它好好吃啊！它的那个草莓吃起来真的太好吃，而且它那个皮糯糯的，红豆也很香，而且这个红豆还是里面有带皮，你还能咬到整颗红豆，它不只是红豆泥。让我试抹茶的，看起来真的很不错。像抹茶味不重，我比较喜欢红豆的，红豆的很好吃。表嫂也说吃完红豆的喝这个巧克力会很爽。这巧克力真的很好喝，这应该是我喝过星巴克里面最好喝的巧克力了。真的，我不知道怎么它喝起来真的很香，有一种真的要过圣诞的感觉。喝完它有一点点咸咸的，它应该是加了那个 caramel 下去，就像 caramel 的甜味不是很突出，但你喝不出来。喝完之后有点带咸的感觉。它上面这个脆的脆球也是很好吃，搭配这个 marshmallow。梅田这边还有一丢丢的银杏树，很漂亮。其实今天也没有什么重要的行程，基本上都在梅田这边逛吃逛喝。所以第一站的话，我们先来到阪急百货公司这边来找一款咖喱包吃，听说它还连续4年获奖。我现在在梅田的这个负1楼买那个咖喱包，一路上看到有好多好吃的美食档口，他们的甜品区看起来就很好吃，他们的场面每一个都很饱满，很漂亮。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好多卖便当的，看起来就很好吃，但是我们不会读日文，我不知道里面都有包括什么食材，但是每个看起来都特别好吃。这一家卖的就是黑毛和牛的便当，这种便当就是非常的日式的感觉，好好看他们的便当盒子哦。
买了一个草莓三明治，他说是第一，就是它是有奶油加草莓的，看起来就好吃。它这个串串档口有分生的炸串跟已经炸好的，你可以买没炸好的，然后呢拿回去自己炸。我看到有人买没有炸过的，然后那个店家就给他打包。我们买了这么一些，但是呢，里面没有地方给我们吃。我们现在再找找看哪里有的吃。我们各自买了一点点，买了咖喱包，还有一些小小的炸串什么的。其实我们真的在外面绕了挺久，终于在一个公共区域找到一个长凳，可以坐在上面吃。这是我们刚刚买的，买了一个便当。这个咖喱包是专门为了它而来的。还有这个沙拉的虾，我看到他们有卖2个就买了。还有这个三明治，还有一些炸串，看起来蛮多人在排队的，然后闻起来也很香，所以我们就买了几个试一下。还有这个炸鸡，这一盒里面有3个口味，还有一个鸡块超大块。我好奇这个虾，我要先吃这个虾。OK， 看起来很大颗。I think this will be nice。很像我们去那种结婚酒店会有那种芥末虾 ，but in bigger size and it's nicer。这咖喱包好好吃，你看它馅料满满的，很香。如果再热一点就好吃了，但是因为等的有点久，有点凉了。很漂亮。炸的，它面包是那种外面的 breadcrumbs is like very crunchy， 然后它的包很香。我觉得如果是那种很热的话就很好吃。这个是炸串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鸡肉，它的酱好吃，这应该是猪肉串炸鸡，很好吃哎。很好吃，而炸鸡是在咖喱包隔壁的。我看到小红书上写，它咖喱包旁边这炸鸡很好吃，有点嫩嫩的感觉，然后它里面的调味很香。好吃，小蟹腿淋上酱汁。我觉得这个不用淋酱也好吃，那 ice 的，好吃，好也好吃。这是鱼的便当，它的纸上面还有那种成分表，包括这边是多少碳水、多少脂肪都有写下来。颜值超高的便当，真的。Open！ OK， 我第一个吃的是这个 corn because it looks very nice。这便当怎么说呢？它就是那种好吃的日式便当，只是我还是那句话，如果是热的会比较好吃。Q 刀鱼、沙巴鱼，我们每次去吃那些鱼，然后我们不认得是什么。可是问题是我们是去钓鱼的人呢，超漂亮的。哇，我被吃酸草莓。不是奶油呢，是它旁边有那个黄色一层层的，应该是放了 custard。然后日本在做奶油这方面真的很强哎，我目前吃的所有奶油制品的东西都很好吃，他们奶油真的打得特别好。但这个草莓是我这几天在日本吃过最酸的一颗，好酸。刚才可能是因为他们要配那个奶油，所以把草莓搭配的酸那么一点点。它旁边那个 custard 挺香的，我们吃得很干净哦，没有弄得到处都是，而且都会把那个垃圾袋收好，然后丢垃圾桶。隔壁就是另外一家商场，1楼全是夹娃娃机、电玩城以及卖2次元小手办的地方。2楼上面倒是有很多扭蛋的机子，越往里面走，店员就不让我拍了。后面我才发现电玩城的隔壁就是老虎机，我当下简直惊呆了，因为他们好像没有实际上区分的太开来。哇，日本的大头照，隔壁还有化妆间呢。我看到了排球少年，还有这个 Zootopia， 看起来很好看。我想这个，因为这个它没有东西啊，它就是 poster。这边还有一个但卖完了，这个看起来很可爱，那种上的感觉。这个看起来也很好看，它头上有小奶油。觉得这个是小樱桃，这个也好看，它是紫色的。
还流着口水。我又抽到了一个粉色的，真的好可爱，抽到你啦，耶！路过他们的肯德基，他们竟然有这一种，这个是 Monster Hunter 的周边吗？这也很可爱，就是那种小狐狸，这是肯德基老爷爷的装扮，我这边是其他的。哇，他们的周边都很可爱。充电完成出来了，经过一个叫 Have Five 的商场。梅田这边真的有好多百货公司全围绕在一块。没想到 Have Five 里面还有迪士尼周边旗舰店，而且这边还有卖很多很好看的女装，风格比较偏日系元气少女款的那种。他们冬季款式的毛衣都挺漂亮的。又换了一堆钱，因为我看到了这个，我想要这2个，这是小的时候的尼克胡尼克，它这里也有一个，但是这边的没有那么好看，我想抽这个。抽到他，我们的欧拉。我感觉每一天除了好吃的东西多，好玩的也挺多的。我们还有上 Google 找离我们最近的 PCG 实体卡牌店，秉持着来都来了的想法，亲眼看一下他们的卡牌文化究竟是有什么不一样。结果一进店真是眼花缭乱的那一种。但是毕竟我没有玩 PCG，所以很多还是不太认得的。时间充裕的情况下，真的可以在这边待一整天。这边基本上好玩的什么都有，可以吃完饭直接去店完成扭蛋再到卡牌，也可以在卡牌店看看能不能淘到什么好东西。而且女孩子也不用担心很无聊，因为这边的衣品基本上都很漂亮。在这边 Uniqlo 还是 Lulu 的优惠也会偏多一点。买了2张宝可梦卡，给我哥带的。扭蛋机，我刚刚在一边拍东西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到对面2楼有好多扭蛋机哦，我要去看看。Uniqlo 出到来，这边全是扭蛋机耶。这里的机子和早上的相比，动漫人物会偏多一点。然后你们也知道，其实我想扭的是排球少年嘛。前些天出去玩的时候，其实我都有陆陆续续的在找，但大部分在街道上看到的扭蛋机都挺分散的。反正以我这些天的经验来看，你要是想抽到你的人物，就尽量多去找，因为有一些扭蛋机虽然看着多，但是重复率蛮高的，所以你不知道当天会遇到什么，扭到什么。可是我觉得这也是那个乐趣所在。如果当天遇到，就会特别惊喜，特别开心。沉浸式扭蛋。抽到了木兔，但是这个机子我觉得 Kenma 跟月岛还有吉川都挺好看的，再给你一次机会好了。是谁？Kenma 抽到了猫猫战队。晚餐来吃寿司，点了这个柠檬水，果然很柠檬。这店蛮小间的，但是基本上座位都是满的。梅田这个区挺热闹的，而且本身年轻人也比较多，然后也很多东西逛。今天在梅田逛了好久，包括这边也有很多好吃的餐厅。然后到了大阪这么久，我们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来吃他们寿司，然后今天就来吃一下。好和牛，好喝吗？它这个柠檬有点苦，我比较喜欢那时候牛舌店的那一家，真的特别好吃。其实喝到这边我开始有点感觉到不太对劲，因为它那种苦是有种伴随着酒精的感觉。然后我就问小少爷，你点的这杯是有酒精吗？他说并没有啊。当时候在点菜的时候，我就只想喝柠檬水。然后当时我不知道是搞了一个大乌龙还是怎么样，反正菜单上写的这款饮料是 lemon only， 并没有写上有任何的酒精的字眼。越喝到后面越感觉不太对劲，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去问了店家才知道，原来这款饮料真的是有酒精的。我就是硬生生把这个酒精饮料喝上头了。因为我刚刚点的那个 plain lemon sour， 我不知道是有酒精的。我喝的时候，我感觉就有点苦苦的，我就以为它是柠檬没有处理到好，所以有点苦味。然后后面就开始有点不太舒服了。又点了一个橙汁儿，然后我们点了这个才想到问店员说，这里面没有酒吧？Otoro Sushi， 它专门还藏出来了一节很大块。
我刚才在爆烟花。这里是千灵肉多饭，好吃嘞！哦，都是好好吃，只是一个这样小的一个店，品质这样好。还有那感觉，这边有香精液。感觉。在这边他们好像不会把那个饭团捏到很紧。小少爷说这一家比较出名在它的寿司放的饭量会稍微少一点点，好好吃，难怪这么多人。它出来的沙西米吃进口里面会融哎。Oh good, this is good, this is good, this is really good. 牛肉、海胆、紫苏叶。很香，这个很好吃。牛肉是烤的，有点甜甜的，然后海胆加了很鲜的味道，加上紫苏叶很清香，搭配得很好，很好吃。Surprisingly， 它紫苏叶的味道不冲。海胆很好吃。对。认准这家真的很好吃，但它是中午2点才开。最后的话就浅来吃个拉面来收尾吧。今晚的寿司晚餐吃得太香了，总想用一碗热腾腾的面食来收尾。但在大阪很多店家超过9点就不让堂食，然后我们就上 Google 搜在每天哪一家依然离我们最靠近，接着就马不停蹄去吃面了。我现在才知道在宜兰吃饭晚上10点过后会贵一点点，而现在是。我第一次吃依兰的时候是在台北吃的，不是在日本吃的。其实前天晚上我有来吃一趟依兰拉面，结果没想到吃了之后就念念不忘。因为我记得我在台北吃的时候感觉没有那么香，前天晚上吃的时候特别香，从前天晚上开始之后就一直想要再回来吃多一次依兰拉面。也有可能我前面选的是那个浓度加浓了，然后那个油呢也加了比较多一点点，所以它可能吃起来比较香。这里的一兰拉面，它的辣椒粉的存在感超强的，只放那么一丢丢，你真的会感觉到辣。但是那时候我在台北吃的时候放的辣椒，感觉好像没有什么辣度。喂，你礼貌吗？喂。我真的很喜欢他们每一家店都会给你准备湿纸巾，因为我是那种会去海底捞自己薅湿纸巾的人。但是来了这一趟日本，连我自己的湿纸巾都没有怎么用过。我觉得会有很多人说，每次看我拍 vlog 的时候看起来就很有正能量，但其实大部分时候没有讲话就是这样面无表情的，看起来就很凶。在剪视频的时候就觉得这一段挺搞笑的，为什么我可以剥蛋剥得这么认真？的确和在台北吃一兰拉面的初体验相比，日本的相对来说会好吃很多。可是我还是觉得一风堂的叉烧跟鸡蛋是比较好吃的。当我开始觉得要面对镜头讲话的时候，我看起来好像又没有这么凶了。我的面来啦！这次我只叫了它最小的2片叉烧，因为我依然觉得它的叉烧不是很好吃，感觉它的汤多了一层油，因为我叫了油加浓了，汤底也加浓了，搅拌均匀，很香。虽然觉得一风堂的鸡蛋最好吃，但是我依然点了1颗蛋，因为吃拉面怎么可以没有溏心蛋？虽然那个辣椒只有这么一点点，但是加下去还是存在感挺强，配上浓汤就是一整个绝配。加上今晚我们连续吃了3碗的一兰拉面，可想而知它的汤真的是我吃得很满意。尤其是晚上吃了这么生冷的食物，然后再加上今天在外面逛了一整天，吹了1天的冷风，一碗热汤下去，整个胃都是暖暖的，很舒服。